再说一遍，我是正常行驶，我没有变道。神奇小仙女开车错过匝道口，竟然直接一脚急刹车停在超车道上，后方的2台轿车刹得轮胎冒烟，才终于勉强将汽车停住，但他们却没发现一辆大巴车正猛冲而来，最终引发4车连环追尾。小仙女仅凭一己之力就造成了这起2人身亡多人受伤的惨烈交通事故。然而她事后竟然口出狂言，嘲讽后面的车主驾照是买来的，并且拒不承认自己在高速停车，要求后面的车主赔偿自己的损失。你说我在路上正常行驶，今天能见度这么高，他们都能撞上，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眼睛瞎了。当时我就是错过了高速出口，想停车变道开过去，突然后面就直接撞上了。我就想问问他们的驾照是买来的吗？反正今天他们都得赔我钱。后车司机的驾照是不是买来的我不知道，反正这个小仙女的驾照肯定是买回来的。那么问题来了，这起事故最终会如何定责？嚣张的小仙女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民警和消防接到通知后迅速赶往事故现场，而高速公路上已经堵成了一锅粥，民警只能徒步前往疏导交通。消防车赶到后迅速展开破拆，现场受损最严重的就是这辆白色的轿车，车辆后排的2名乘客被变形的车厢死死卡住，呼救声也在慢慢微弱。消防员经过1小时破拆才终于将人救出，但经过医护人员确认，2人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那个不送医院去啊？那个死亡了，已经死亡了，已经没有了，叫殡葬车了。而其他车辆司乘人员均有不同程度受伤。然而即便场面如此混乱，这时的女司机却在高速公路上舌战群儒，几名后车司机均指认女司机麦某在高速上突然停车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女司机不以为然，坚称自己只是轻微减速，根本就没有停车，后车分心驾驶才导致了这一连串的交通事故。为了还原真相，民警随即展开细致调查，要判定责任必须先确认碰撞顺序。麦某的轿车为首车，随后2辆轿车依次排列，而谭某的大巴车在最后面。民警准备调取高速监控查看撞击瞬间的情况，但监控的拍摄角度却只记录了大巴车撞击后的画面。随后民警调取了几辆涉事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麦某原本行驶在快车道，却突然毫无征兆的减速停车，随即向右侧强行变道。虽然后方的2台汽车都成功停了下来，但在后方的大巴车却因为惯性笔直的撞了上来。而面对视频铁证，麦某这才改口承认错过匝道口，想停车找机会变道过去，但他仍然狡辩，认为事故主因是大巴司机谭某超速行驶。那么这起事故中的几台后方车辆又是否真的需要承担责任呢？民警结合多方证据对事故的责任进行了划分。大巴司机谭某驾驶大型客车违规占用快车道行驶，并且事发时车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导致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因此判定承担主要责任。而女司机麦某在高速超车道上违法停车并实现变道，严重影响他人的行驶安全，因此判定承担次要责任。而大巴司机谭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随后民警针对麦某的违法违规行为处以罚款400元，驾驶证记6分的行政处罚。再次提醒大家，在高速公路行驶应当提前规划路线，如果错过出口时应该将错就错，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返回，切勿冒险急刹或变道，每一次侥幸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安全驾驶规范操作才是保障安全的基础。芳龄38的小仙女一脚地板油，妄图用尖叫声来刹车，一路横冲直撞，最终将一个600年历史的古祠堂给糟蹋了。当民警赶到现场时，一名红衣大妈正拉着民警不断吐槽。当时大妈正准备出门，刚开门，这名要命的女司机就冲了过来，还好大妈反应快，要不然今天可就给小仙女给霍霍了。民警在现场勘查中离谱地发现，这名小仙女在事故发生期间持续发出这样奇怪的声音之外，全程都没有踩刹车，路上更是连个刹车印都没有，甚至有持续加速的行为。因此民警考虑女司机可能有酒驾或者毒驾的行为。勘查中民警还发现，祠堂旁的巷子内还停着一辆被撞得支离破碎的自行车。据目击者描述，骑自行车的男子伤势非常严重，已经和女司机一起送往医院治疗了。而在肇事的 SUV 的后方还停着一辆白色轿车，
车尾受损严重，显然是被前方的 SUV 追尾。轿车车主告知民警，当时他正常行驶，突然就感到车屁股被女司机猛烈撞击了2次，随后他就擦着自己的车辆冲出去，就撞上了祠堂。对于女司机驾车失控的原因，却没有人知道。而这个保持了600年屹立不倒的古祠堂被撞出一个大窟窿，女司机面临的赔偿费用可想而知。为了了解事故原因，民警来到医院找到了肇事的女司机，所幸她只是受到了惊吓，并没有大碍。而骑自行车的男子就惨了，双腿都骨折了，正在手术室中。据肇事的小仙女描述，在不小心追尾前方的白色轿车后，她想踩刹车，却不小心踩到了油门，突然的推背感让她惊慌失措，脑袋里更是一片空白。由于害怕，惊慌失措中不停地在大喊大叫，可汽车不会因为喊叫就减慢速度，最终撞在了一堵墙上才停了下来。民警经过现场进行检测，确认女司机也并没有酒驾和毒驾。后续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确认，被撞坏的墙体是仿古建筑，维修成本高达数百万元。所幸祠堂主体并没有受到损坏，否则损失将更为惨重。最终，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作出责任认定，女司机赵某因未按规定保持安全车距及操作失误，因此判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其不仅需承担伤者医疗费用及车辆维修损失，还面临古建筑修复的巨额赔偿。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突发情况下，驾驶员更应该保持冷静，规范操作，做到心中有数，安全驾驶。他恶意别车，导致白车急打方向，最终与对向车道的普拉多发生猛烈碰撞，仅仅一瞬之间，2车就成为一堆扭曲的废铁。事故导致白车司机不幸当场身亡，车上的2名乘客以及普拉多车主重伤。事后，黑车司机在明知发生事故的情况下，非但没有停车救人，反而嚣张逃离了现场。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白车为何要在事故前突然猛打方向呢？2名司机又是如何结下血海深仇的？事发前2车没有接触，黑车司机又需要承担责任吗？时间2022年1月14日8点28分，地点北京顺义区木北路。民警赶到现场时，白车司机已经不幸身亡，随后几名伤者迅速被送往医院抢救。为了弄清真相，民警立刻调取了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原来事发前2车在一个红绿灯路口相遇，此时白车行驶在黑车前方等待绿灯通行，但黑车司机徐某发现前方绿灯已经亮了5秒，但是前车一直没有起步行驶的迹象，随即愤怒地不断鸣笛提示，此时白车司机范某才不慌不忙地缓慢起步。这个做法却将徐某的怒火瞬间点燃，他认为白车司机是在故意针对他。在通过路口后，徐某一脚地板油从左侧超越了白车，随后在前方就是一脚急刹车，而白车上的范某见徐某想跟自己较劲，随即2车一路上疯狂竞速。事后经过技术科鉴定，2人在限速60公里的木北路上时速都超过了100公里，但行驶途中黑车始终压制着白车，2车一直行驶到事发路段。范某见对向车道有车行驶而来，想放弃超车，但徐某却一起减速，不让范某回到原车道内。僵持中2车差点发生碰撞，范某为了规避与黑车的碰撞，只能打方向躲避，却不料直接撞上了对向车道的普拉多，最终才导致了这场1死3伤的惨剧。民警随即对整起事故的始作俑者徐某进行了传唤。当民警告知他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徐某才意识到自己铸成大错。民警随后对徐某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而事故中的3名伤者中，除了普拉多驾驶员伤势较轻外，范某车上的2名乘客均重度昏迷，一直未能苏醒。但徐某家中并不富有，在其父母赔偿了10余万元后，实在无力支付剩余医药费，并且由于事故中涉及刑事犯罪，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赔偿。原本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却最终被愤怒支配，最终造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徐某随后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法庭经过审理后认为，其行为的危险性已达到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程度，严重威胁了途经路段的不特定车辆及车上驾驶员乘客的安全，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考虑到徐某经电话传唤主动到案认定自首情节，并且已经部分赔偿受害者，因此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4个月。教训就在眼前，各位司机朋友，手握方向盘时力气千万不要太重，任何情况都不可被愤怒支配，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敬畏生命和平安出行，这是我们每个驾驶员最基本的责任。